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2月24号，比特币价格还在$24,000附近徘徊，很多朋友也是搞不明白，不是涨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间熄火了？那今天视频利用周线跟日线里面的一些技术形态，有哪一些知识点，怎么判断出来有可能就是大箱体来震荡，或者有一些朋友也是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又大跌下去？我的观点是概率性是很低哦，所以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 15K、16K 的多单继续给我报，没有看到10万的比特币，不要随随便便做平仓的动作。从周线里面以及月线里面，包括那两只大金鱼，前面是在这个位置，希望朋友们你可以去追加比特币。4号到7号两只金鱼是买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，那现在上来的话，他们也还没有买啊，等下再来跟大家跟踪一下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整个长线吧。长线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啊，就是 15K、16K 这个位置有抄底做对的多单，你尽量给我抱住。包括当时这个位置起来的时候是在这一个位置啊，提醒大家有两只金鱼，它是买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。也就是这一个链上的钱包排名63名跟64名的这一个钱包，你可以自己点击进去啊。63名的这个地址，它是1月4号买的，首次买的时间是在1月4号，而且是以前都没有看到过这个钱包，当时是买了13800多枚。然后64名的地址，我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最早的是在1月7号买的，但是它转移了4个钱包，好像是5个钱包。上一次转的话是在2月14号转的，后面我们就尽量观察吧。这两个地址目前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，它还是没有做卖出的动作。其实其他的钱包我也是有在关注，但是我感觉参考性并不大啊。主要的这两个钱包地址，你后续尽量去观察，只要他们没有做大举卖出的动作，我估计有可能比特币目前整个中线它还是在箱体震荡，至于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，等下来跟大家讲。然后我今天想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既然两个金鱼的地址它没有做卖出，那上涨的目标有几个目标位啊？一个是大月线里面，月线的图形从高点69000到这一个15000，如果按对数图，这个高点连到上一次48000的这个高点，画的不是很标准啊，去观察一下，这边是感觉有一个下降楔形。那以往的经验，下降楔形它是一个看涨的形态，也是说明它每一次反弹的高点都是不断的在缩小，类似一个压力锅，它挤压到一定的程度，喷出来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大。然后我的一个观点是，未来的一个目标至少我是要看69000以上，没有见到10万的比特币，你底部抄底的筹码多单不要随随便便做平仓的动作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上涨的目标位，上次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比如说69000的比特币跌下去到这个32000附近，后面它也是有一次反弹的高位是在0.38啊，但是下去之后每一次反弹的高度都是相对比较小。那现在我个人第3个上涨目标位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你去看一下这个48000连到这个低档，至少应该也是要看到28000，但是短线为什么会震荡？等下来跟大家讲啊。还有一个目标，如果28000过的话，还有一个目标是从这一个历史最高点拉到这一次熊市的底部15000，大致的一个上涨目标位也是在36000附近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36000，其实这边也是有一个区间的一个压力位。如果28000会不会一步通过我也不确定，但是最好是在这个位置能整理出一个区间。目的为了什么？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恐慌跟贪婪指数啊，就是上一次其实25000的高位，贪婪指数是相对比较高，都已经来到60附近啊。但是这几天的一个下跌，我是感觉贪婪指数现在是有修正啊，不过还是在50附近，有可能目前也不排除，有可能它会继续修正，所以有可能短线也是跟大家讲了几天，别人在贪婪的时候，我们就尽量先停一停啊。短线最近是停掉，然后我观察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。至于箱体震荡的原因，有几点想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前面有看到一些不好的迹象。当时4个小时这边不是有一个空方吞噬，这边也是有一个空方吞噬4个小时，后面它是下跌一直在放量，然后今天已经有一点变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涨开始有一点出量了，
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尽量观察，现在量能已经出来了，你不然在$23,500附近，这个位置也可以当成短线的一个支撑位啊。或者是按我的计划还是一样，不然你就以23000当做短线的一个支撑位，可以做一些高抛低吸。还有哪一些原因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日线的一些指标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现在指标是在时差的结构啊，有没有可能会被修正到50附近的时候，到时候看会不会来一个警察，或者是 MACD 指标，其实现在也都没有方向，它是在放红柱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一次我们要留意的重点就是它如果震荡的情况下，最好不要破到这一个哈根阿喜的下方。然后还有一个原因，它为什么需要箱体震荡？周线里面也想跟大家聊一个重点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欧美的一些机构，他们相对比较看重的2条均线，一条是50的 MA， 还有一条是200的 MA。其实短线它在这个位置，就是因为受到周线里面的这2条均线，它是短线有一点压力啊，所以也是跟朋友们讲，有可能这个位置需要震荡一段时间，到时候看会不会突破。这边到底是要举行震荡完然后再突破，还是说会突破了在这个矩形上方来震荡，也都有可能啊。然后周线里面还有一个原因，也是在判断有没有可能会继续箱体震荡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自己修改的一个 MACD 啊，它这一次涨上去的时候，这个柱状并没有明显的超过前面的这个柱状，所以周线里面 MACD 柱状是有一点背离哦。不然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就是尽量以整理区间来对待。另外，今天晚上也要去留意一下美国那边 PCE 物价指数预测值，昨天也是跟大家讲，预测值是在 4.9 啊。那今天晚上其实也是很关键啊，到底这一个数值会不会超预期，还是说低于预期？最好是能不能低于这个 4.9， 对整个短线或者是长线的比特币其实也算是一个利好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哦，狗狗币如果有期货的朋友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不是有一个 N 型嘛？那上一次这一根 K 线的十字星，它是有一些大量的低点，其实就这一个低点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，包括这一根 K 线的低点，这边是有一个支撑位啊，最好是短线这个位置不要破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。以太坊昨天这一根 K 线现在也是有一些量能出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的一个量，4个小时也是有一个量，所以这个位置你尽量就观察，有可能这一次压回的低点，也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一半，它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后续看会不会在这边继续震荡，只要这一半的位置没有跌破，不排除整理完比特币大盘能不能向上的情况下，有可能会不会往上去突破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